你是否感到每日奋斗后依然被无尽的失望与焦虑所缠绕？在这个繁忙而错综复杂的世界里，许多人总认定自己必须不断追逐外在的标准，企图从别人的认可中寻找答案，却忽略了内心那份真实的感受。其实，追逐完美的认可从来无法真正解开生活的谜题，因为最高的真理本就超脱于语言的束缚，而你内心的直觉才是最真实的指引。当你每天忙着迎合外界评判，刻意复制他人的模式，却始终无法从无休止的怀疑与失败中解脱出来，这正是因为你内在那根根固化的认定在左右住你的一切。道德经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这说明了，当我们真正了解自己的现状，学会知足和适可而止时，就能避免因有无止境的追求而招致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疲惫。试想一下，当你无视自身的感受，只一味追求一种外在的标准，就像是拼命加速，却从未享受沿途风景，最终只会错过生命中那些能让你真正感受到温暖与平静的时刻。走出这种困境，其实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技巧，你只需要回归内心，真实面对自己的感受，并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例如，某位上班族曾整天忙碌于高压的工作，却总觉得心中空虚，似乎外在的一切都失去意义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决定每天早上花10分钟闭眼静坐，仔细聆听那份微妙的内在声音。长期的练习不仅让他在压力山大的工作中找到了喘息之地，更逐步唤醒他潜藏已久的创造力与自信。根据 Sarah W. Laza 等人在2005年发表于 Neuroreport 的研究结果，长期正念冥想能够使大脑皮层出现结构上的变化，从而帮助人们在情绪调节与压力管理上获得显著改善。在实操方面，你可以尝试每天选择一个固定时段，远离手机与电脑的干扰，把这段时间当作是你和自己内心对话的宝贵时光。闭上眼睛，专注于自身的呼吸，让那些杂念随风而散。你可以拿出笔记本，简单记录此刻最真实的情感，而非评判或分析。这看似平凡的一个习惯，正是改变内在认定，打破陈旧思维模式的第一步。道德经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。这代表着柔软和包容的特性，往往比坚硬和刻板来得更有力量。试想一位创业者长期坚持着我永远无法突破现状的想法，无论多努力都只能固守在失败的边缘。然而，当他开始尝试放下内心那份自我设限，转而用柔和的态度面对每一次挑战时，他的整个人生轨迹便悄然改变。这位创业者后来开始在每天的工作中安排一段短暂的休息时间，专门用来做深呼吸和简单冥想，并用笔记详细记录下任何一丝积极的感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决策更为果断，创意不断涌现，也因此迎来了事业上的突破。不仅如此，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支持这种由内至外的改变方式。根据汤埃出叟与 Posner在2015年发表于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的综述，持续的正念练习和内心反思能够调整大脑的神经连结，从而促进情绪管理和自我认定的转化。这意味着，只要你坚持用内心的真实感受取代那些自我设限，科学也在告诉你，改变是完全可能的。另外，你也许会好奇，这样的转变究竟如何具体操作？实际上，你可以尝试在一天之中随时捕捉并记录那些不经意浮现的情绪。例如，在一个忙碌的下午，当你感到突然莫名其妙的沮丧时，不妨暂停下来，将这份情绪写在手机备忘录或纸笔上，然后回头仔细反思，这股情绪从何而来，又想告诉你什么。这种即时记录不仅能让你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情绪状态，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自我释放和调试方式。透过长期的累积，你会发现，这些曾经困扰你的负面情绪正逐渐被更积极、平和的感受所取代。道德经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这说明过度的追求往往适得其反，适时的放手反而能让你保持内心的平衡。很多人会陷入无休止的追求完美，却不知道适当的收敛欲望才是明智之举。举例来说，有位职场人士总是不断给自己加压，希望以此证明自己有能力胜任更高的职位，结果却因为太过拼命而精疲力竭，反而失去了当初的热情与动力。后来，
他开始尝试在每天工作结束后花10分钟进行简单的自我反思，记录下当天的收获与不足，并学会对自己说我已足够。最终，他发现自己对工作的热忱重燃，也获得了同事和上司更多的认可。这种改变正是基于内在认定的转变，而非单纯依靠外在的鼓励。实操上，你可以在每天晚上为自己设定一个心灵回顾的时间，找个安静角落，无论是在家中一隅或卧室都行。在这段时间内，将一天中那些令你印象深刻的点滴详细记录下来，无论是微笑还是泪水，都是真实情感的流露。透过这种方式，你不但能够厘清自己内在真正的需求，更能逐步建立起一种积极的心态，从而化解那些自我设限。道德经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，9层之台，起于垒土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这说明任何伟大的成就都始于微小而坚实的开始，你不必一蹴而就，也不需要等待什么奇迹的降临。正如一位艺术家每天精心琢磨每一笔画作，最终才能创作出不朽的杰作。举例来说，一位网络创作者曾因过度追求完美而陷入创作瓶颈，但当他开始接受不完美，甚至用轻松幽默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瑕疵时，他发现自己反而能更自然地流露真情，逐渐赢得了观众的认同和喜爱。你也可以从设定一个小目标开始，比如每天挑战自己完成一项小任务，无论是写下一段心情日记，或是拍摄一段简短的生活片段，这些都会在不知不觉中积累成一种强大的改变力量。除了内心的转变，与志同道合的人进行实质性的交流也极其重要。当你与那些同样关注内在成长的人一起分享经验，聆听彼此的故事时，不仅能够获得外在的支持，更能够在互动中启发出新的思路与方法。这就像一群水滴汇聚成涓涓细流，最终形成滔滔江水。你可以加入线上或者线下的心灵成长小组，定期互相讨论各自的进步与困惑。这样的互动往往能够激发出你未曾察觉的潜能与智慧。在这里也要提及一下王阳明的心学知行合一这一原则，无疑提醒我们，内心的认定与实际的行动必须合二为一。当你真心认定自己值得美好生活时，就要用具体行动来证明这一点，而每一次行动都在不断巩固那份积极的内心认定。道德经指大象，天下往。这说明只要抓住事物的本质，整个世界便会跟随你的步伐改变。你不需要依赖外在环境的认可，只要坚守内心真实的那份感受，世界自然会依据你所认定的状态予以回应。曾有一位朋友在经历家庭和工作重重压力后，决定放下外界对他的评价，开始相信我值得拥有舒适自在的生活。结果他不仅与家人的关系日趋融洽，工作表现也显著提升。这正是因为当他从内心真正接受自己，外在的一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实际操作上，你可以每天早上对着镜子微笑，并轻声对自己说，今天我选择以平静从容的心态迎接所有挑战。这不仅是一种仪式，更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肯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内在认定会逐渐转化为实质的改变，让你在面对逆境时更有信心与力量。在你逐步调整内在认定的同时，也别忘了实践那些简单而具体的自我释放方法。你可以试着在每一天的结束前，安静地坐下来，回顾当天经历的大小事件，无论喜悦或挫折，都用心去感受并将它们记录下来。这种不加评价的记录，不仅能够让你更客观地看待问题，更能逐步消解那些根深蒂固的负面认定。这种方法已被多项心理学研究证实，持续的自我反思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并调试情绪。此外，学会静心也十分关键。当你感到压力或疑虑油然而生时，不妨暂时停下手边的事，找个安静的角落进行短暂的冥想。只需要闭上眼睛，专注于每一个呼吸，让心绪逐渐平静。这种简单却有效的练习，可以帮助你迅速恢复平衡，并且为接下来的行动注入新的能量。正如许多正念研究所表明，短暂的静心不仅能降低压力荷尔蒙，还能改善大脑神经可塑性，从而让你在长期内获得持续的正向变化。随着你不断在日常生活中融入这些实操方法，你会逐渐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的转变。那些曾经让你感到无法逾越的障碍，现在看来只不过是通向成长的一块垫脚石。
当你学会从心底相信我值得拥有美好时，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会汇聚成惊人的力量，让你在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时都能轻松应对。道德经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这说明真正的智慧常隐藏在简朴和平凡之中，不需要追求表面的华丽。当你不再苛求完美，而是以一颗真诚平和的心去面对生活时，那份内在力量便会自然涌现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，最有效的力量其实来自于内在对自我的深刻认定，而非过多依赖外界的认可。当你从内心重新认定自己的价值，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外在标准，并实践每天的小改变时，你正走在一条彻底改变命运的道路上。无论是通过静心反思、日常记录或与志同道合者的交流，每一个细微的步骤都在巩固那份属于你的内在力量，而这内在的力量正是你克服一切困境，迎向丰盛与喜悦的根本原因。道德经上得不得，失已有得。这意思是，当你不再执着于表面的虚华，而是以一颗谦卑、真诚的心来面对生活时，你便能展现出无可比拟的德行与力量。正是要提醒你，真正的改变始于内心。当你认定自己本就拥有一切美好，而不必仰赖他人的认可时，整个世界自会因你的这份真实而相应改变。记得按赞、加订阅、加分享，让我们一起在这条寻求真实与丰盛的道路上携手前行。